么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这样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中沸腾，太好你的我，依然是另一我。Dr. Bay， 进行。Dr. Bay，Dr. Bay， 听到我说话吗 ？Dr. Bay， 好像没有什么外伤。进行，进行，听得到我说话吗 ？Dr. Bay， 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指甲。呼吸还是很弱，快点叫救护车，送他去医院做检查。你怎么啦我没事。 ，Dr. Chow？检验报告出来了吗？脑部扫描、blood test、ECG 都很正常。根据他的症状，是心悸导致昏厥。可能最近发生太多事情了，压力太大了。看开一点，好好照顾自己。还有很多病人等着你回去看诊。心悸可大可小，你不要小看它。你有胆固醇过高的问题，应该做一个详细的心脏检查。Dr. Chow 说的对，真的不需要那么紧张，我没事的。虽然你是医生，我还是要提醒你，要按时吃降低胆固醇的药，注意饮食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还有，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，如瑜伽、慢跑，来缓解紧张的情绪。我会帮忙督促他的。真的要谢谢你们两位刚才来救我。这是我们的工作，你好好休息吧。我会安排护士帮你做详细的检查。很遗憾，两位好医生突然被停职，损失的是病人。Dr. B 的案子怎么样了？今天想过来看看他，没想到他却晕倒了。案子还在调查中，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我相信一切会水落石出的。这种案子可以拖很久，几个月、几年也说不定。他可能没办法回医院了。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话，你尽管说。谢谢你。Dr. O 好像在找他之前的诊所。没事，我能应付。我们有空再聊。拜拜，拜拜。Dear， 我们约了 occupational therapy 做 assessment。肚子饿吗？吃点东西要不要？啊，也好。去拿包包。好。Nashin，Dr. Chow， 我最近看你有点累，这个买给你的，有助血液循环，减轻疲劳。谢谢啊，我最近也一直在吃保健品，想调养身体，希望可以尽快怀上孩子。你准备做 IVF 啊？我和我的老公还不愿意放弃生育，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我们都不要放弃。加油，一定会有机会的。其实我有件事想要问你，那天医药代表来找 Dr. Bay 的时候，是你先招待他的吗？嗯。那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在谈什么？他们一见面就进了办公室，我什么也没听到。那之后呢？你有没有看到他离开？其实他经过大堂的时候，看起来衣衫不整，而且好像有点害怕。我想上前关心，但是他走得太快，我根本追不上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
Dr. Bay 入院了，病人都在传他在家服药寻死，感觉是畏罪自杀。怎么可能？是不是 Dr. Bay 的身体出状况？我也不是很清楚，病人说看到他被送入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了。不知道就不要乱说。Dr. Bay 只是心悸，过于疲劳而晕倒。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参加我们的 Therapy Through Work。你可以选择一些简单的工作，在洗衣店啦、cafe、城市农场都可以的。Mr. Ong 的身体还是很健壮，协调、平衡能力、视力都没有受到影响，认知能力也还 OK。可以问一下 Mr. Ong 以前有什么兴趣还是嗜好吗？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跟精力都花在工作上。可以看得出 Mr. Ong 很希望能够像以前一样做一个出色的外科医生，可是目前 Therapy Through Work 的选择只有城市农场、烘焙教室、洗衣店，做一些简单的工作。老实说，我也不是很清楚他能不能接受 Therapy Through Work。这个计划是专门针对早发性以及早期失智症患者，让他们能够继续工作，锻炼他们的感官以及认知能力。我也相信这对他的病情跟情绪都有帮助的。好吧，我尝试说服他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姐，猜猜这是什么叶子？你不是喜欢喝薄荷茶吗？薄荷叶。哦，我们买一盆回去好吗？你有时间照顾它吗？很容易照顾的，浇浇水、晒晒太阳，它就可以长得很好了。你有空的时候还可以帮我修剪叶子。哦 OK。好。先生，记得到里面去给钱哦。先生，先生，你付钱了吗？钱已经给了。那收据呢？不好意思，他是我老公。爹，你先上车等我。哦。
去换衣服吧。找律师了吗？找了，明天我会请假陪他去见律师。我很清楚他的为人，一定有办法能证明他的清白。你觉得 Dr. Bay 短期内能够回到门诊吗？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，门诊的去留绝对不能反反复复。我担心董事局会质疑你的决策力。我决定保留，不过我需要你的帮忙。终于可以出院了，真的不好意思，还要他们破费买水果篮给我。那可能只是表面动作，实际上是在探听你的举动。那天林德诬赖我的时候，说真的，我有怀疑过Dr. Chu的。但我仔细想了一想，我跟他只是理念不同，他不可能这样对我吧？那林德呢？他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害你？可能是那天我让他难堪哦。Dr. Chu一向好胜，你现在的成就又让人妒忌，一山容不下二虎。你想太多了。现在只希望他们能良心发现，尽早出来平息这件事。车快到了，我们走吧。好。Dr. 问要我们提早集合，该不会是有什么重大的事件要宣布吧？应该是吧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啊？只是听说安排了新的 head 来接管门诊。你是几时听说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是谁啊？大家早。Sister Q， 人都到齐了吗？都到齐了。今天我召集大家来是要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门诊将交由 Dr. Chu 来代管。我会重新整顿门诊，希望大家可以配合。你们看诊的时间差异太大了，有的10分钟，有的甚至20分钟。Dr. Bay 没有规定看诊时间吗？有些病人的病症比较复杂，还需要扫描，所需要的时间肯定比较久。偶尔1、2个病人看诊时间长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是 Dr. Pua， 你大部分的病人病情都很复杂吗？我只想要检查仔细一点，才会花比较多时间。这里是门诊，有很多病人急着被治疗，你们的低效率会导致在等候的病人承受更大的痛苦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会实行品质管理，每一位医生在1个星期内至少要看200个病人，看诊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。有些时候我们要替病人做进一步检查，5分钟肯定是不够的。如果超过10分钟，就是属于 long consultation。你们需要写一份报告解释，然后交给 Dr. Salim。代班医生1个星期只做几天，不可能要求他们看那么多病人吧？代班医生也有他们的 KPI， 全职医生要做好榜样，如果不达标，直接 fire。看诊讲的是医术，以医好病人为前提，为什么要以看多少病人作为 KPI 呢？时间就是金钱。门诊需要节流，
工作量一定会增加，低效率的医生就是浪费资源。接下来我还会做一些改革，需要一个助理。Dr. Chong， 你要不要转全职当我的助理？好啊。Good， 帮我发一个 email， 规定医生的 dress code。 Easy. I quit. Dr. B， 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快帮你找到证人，让你快点回来门诊管我们。这么喜欢被我管啊？你为了我们，为了病人着想，我们也很信任你啊。而且你也很信任我们。还是因为Dr. Chu太严格了。你的消息也很灵通哦。其实他的人不错的，他有来医院探望我，你们先吃了水果也是他送的。我们不是说Dr. Chu不好，可是他快要把门诊变成兵营啦，规矩一大堆。我多想学我哥一样，脱下白袍走人。不要那么冲动，不管谁做主管，都要坚守自己的岗位，最重要是把病人照顾好。可是 Dr. Chu 根本就不了解门诊，一上来就大改革，好像一早就想霸占门诊。难道是他的阴谋？医药代表和 Dr. Chu 是一伙的，他们想要一起陷害 Dr. B。有可能，医药代表见 Dr. B 之前就已经计划好，难怪到现在也找不到破绽。好了，无凭无据，不要乱下定论。如果真的是Dr. Chu所为，最后你回不了门诊怎么办？他就听天由命。不过我相信，只要找到证据证明我是清白的，我还是可以回去当医生的，对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来帮你庆祝了，顺便拿些 corporate gifts 给你。庆祝什么？恭喜你取代 Dr. Bay， 正式接管门诊。我只是暂代 ，Dr. Bay 还有可能回来的。放心，他这次肯定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来找我吗？你怕什么啊？这里又不是医院。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仍沸腾，白袍里的我，也是命的。